大家好，我是派妹，欢迎来到派学院频道。在节目开始之前，请大家点赞、订阅，同时也别忘了打开小铃铛，这样我在 TV 更新的时候就会第一时间的通知你。您的鼓励是对派妹最大的支持，谢谢大家。美东时间9月13日，派主页面更新了。这次更新的主题是派创始人专访，权威杂志专题。9月13日，派创始人 Nicholas Koukoulas 和 Chindi Alfan 接受了福布斯财务委员会 Tyler Gallagher 的专访。这次专访被刊登在权威杂志系列上。这次采访两位博士的 Tyler Gallagher 是什么人物呢？ Tyler Gallagher， 福布斯财务委员会成员， Regal Assets 的首席执行官兼创始人。除了在 Regal Assets 担任角色外， Tyler 还出现在许多新闻出版物中，并且是电视网络 RT 上 The News with Ed Schultz 的专家。 Tyler 是福布斯、阿里安纳赫芬顿的 Thrive Global 和权威杂志的定期撰稿人。下面我们一起来看看这次采访的主要内容。 Tyler 说，作为在我关于改善和改革加密货币行业可以做的5件事系列的一部分中，我有幸采访了范成雕博士和 Nicholas Koukoulas 博士。作为 Pi Network 的创始人和产品负责人，范成雕博士将他在人类行为、社交计算和人机交互方面的专业知识带到了他的角色中，拥有博士学位，在斯坦福大学人类学科学系获得博士学位。范博士之前的工作包括设计软件系统以提高生产力、扩展社交通信以及为消费者提供未开发的社会资本。作为终身技术专家， Nicholas Koukoulas 博士是 Pi Network 的创始人和技术主管。Koukoulas 博士在区块链技术和软件类型方面拥有广泛的背景，这些软件使大量在线人群能够实现共同目标。在他早期的博士学位中，在工作中，他创建了一个框架，用于在引入区块链和以太坊之前在容错分布式系统上编写智能合约。作为博士后的一部分，他还介绍并教授了 CS359B 及斯坦福计算机科学系的区块链去中心化应用课程。非常感谢您与我们一起做这件事。我们的读者很想了解你多一点，你能告诉我们一些关于你的背景故事吗？范成雕和 Nicholas Koukoulas 博士回答 Tyler 说，我们的学术生涯和个人兴趣真正促成了 Pi Network 的创建。这是一个庞大的开放社区，由世界上分布最广泛的加密货币提供支持，为会员、商家和开发人员提供可访问性，并为强大的生态系统提供支持。我们都从斯坦福大学获得了博士学位，在那里我们相互了解，并在多个项目上合作了10多年。在派之前，我们设计了软件系统来提高生产力、扩展社交通信和挖掘未开发的社会资本。我们坚信加密货币的技术、财务和社会潜力，但对他们目前的局限性感到沮丧。这正是我们创建 Pi Network 的动力。我们致力于通过改善当前体验和为每个人创造价值，将区块链的力量带给更多人。为此，我们采用以用户为中心的设计理念，颠覆了新区块链的开发过程，在 Beta 中发布，邀请成员加入网络，与成员一起迭代协议，分散最终的设计。Tyler 说，你能告诉我们你是如何第一次涉足区块链和加密货币行业的吗？我完成了博士学位，斯坦福大学人类学科学博士，具有人类行为和人口研究方面的专业知识。后来我的研究兴趣集中在人机交互和社交计算上，特别是我们如何利用技术对人类行为和社会产生积极影响。由于权力下放与经济工具的结合，我对区块链技术感到兴奋。这一技术奇迹可以动员世界各地的个人参与，并因他们的贡献而获得奖励。正如互联网使世界通过信息交换更加紧密地联系起来一样，区块链和加密货币也使得与价值交换的合作更加紧密和频繁。我一生都是技术专家。作为一名年轻的本科生，我在实验室从零开始设计并制造了一款新颖的计算机主板。我一直对分布式系统感兴趣，并且是最早的比特币交易所之一的用户。在我早期的博士学位中，在工作中，我创建了一个框架，用于在区块链和以太坊出现之前，在容错分布式系统上编写智能合约，并将其作为我的硕士论文发表。我的博士，斯坦福大学的论文专注于众包和社交计算。
后来，我成为斯坦福计算机科学系的博士后学者，在那里，我在斯坦福计算机科学系介绍并教授了 CS359B 及区块链上的去中心化应用程序课程。在那里，我亲身经历了将区块链的技术进步交到普通人手中的困难。我相信今天的技术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能赋予人们权利。通过研究类似的主题，我们知道我们想要一个能够解决传统区块链无法解决的所有问题的区块链。你能分享一个你的故事吗？是什么让你继续前进，并帮助你度过了那些时光？迄今为止，我们面临的最大挑战之一是为大规模且广泛分布的网络解决可扩展的 KYC 问题。没有可负担得起的 KYC 替代方案，可以扩展到 Pi Network 的规模。现在它的数量为3500万，并且还在增加。应对这一挑战是我们的首要任务。KYC 确保用户是他们所说的那个人，并且是识别用户风险以及用户是否能够满足机构使用其服务的要求的关键过程。我们需要 KYC 来确保遵守法律和 Pi Network 政策，每个成员都可以拥有一个账户，并且只有真人才能参与生态系统。我们通过开发自己的 Pi KYC 解决方案来正面应对这一挑战。Pi KYC 解决方案通过将尖端的机器自动化与通过同行审查和验证的个人进行的创新众包人工验证相结合，为 KYC 提供了一种新颖且可扩展的方式。虽然系统的机器自动化部分处理图像处理和假身份证检测等任务，但人工验证人员检查其他成员的编辑数据，并来自社区本身的 KYC 成员，除了防止垃圾邮件账户和阻止不良行为者之外， Pi KYC 还帮助网络遵守法规，同时顺畅地发展其蓬勃发展的社区。在解决这一挑战时，让我们保持动力和专注的是 Pi 的使命和愿景，这是我们所有决策的核心。这种多管齐下的 KYC 解决方案完美地代表了整个 Pi 生态系统的运作方式，一个本地的去中心化的社区，在这个社区中为 Pi 代币交换劳动力并创造真正的效用，不涉及法定货币。本土的 KYC 解决方案是 Pi Network 兑现公平、包容性和可访问性承诺的最佳方式。根据您的经验，区块链公司应该考虑哪些顶级策略，才能拥有更强的竞争优势？这将根据公司、他们的产品以及他们试图解决的差距或问题而有很大差异。该行业的许多公司已经能够在短期内取得巨大的成功，但可能会在长期稳定增长方面遇到困难，诸如行业的新生、围绕某些项目、公司和趋势的炒作和兴奋，以及强劲的经济等因素使这成为可能。然而，随着这些因素的变化和市场情绪的变化，这些公司可能会面临挑战。寻求在该行业取得长期成功的公司，需要花时间和耐心来构建真正为该领域增加价值的产品或服务，教育对加密感兴趣的人，并帮助加密爱好者将注意力从短期转移回归长期成功。这有时需要做出看似违反直觉的决定，明确他们的价值主张，并创造真正的效用，是建立强大基础和长期保持高度竞争力的关键。总的来说，区块链行业最让您兴奋的3件事是什么？为什么？我们正在彻底改变货币体系的想法，大规模调整利益的能力，然后激励和动员人们共同实现伟大的目标。随着我们更加坚定地进入 Web3 世界，区块链正在产生新的创新应用程序和在线体验。智能货币现在嵌入了金融功能的想法，世界作为一个大社区的可能性，将创造有用的案例研究。事实上，我们正处于这场革命的开端，类似于互联网的出现，起初很少有人理解，但现在离不开它。区块链行业让你担心的3件事是什么？为什么？代币分布虽然区块链的一个主要特性是去中心化，但对去中心化的关注主要集中在技术方面，在分布式系统上运行，而不是分布本身进入壁垒或价值捕获机制。只有广泛分布的代币才能有效地帮助引导一个基于实用程序的生态系统，并帮助我们达到区块链授权系统可以大规模采用的拐点。80%的配代币提供给社区和网络，通过对网络做出不同的贡献，每个人都可以在不支付任何法定货币的情况下挖掘 Pi
它也试图通过其挖矿机制和生态系统建设来实现和维持广泛的分布、可访问性受到进入、使用和参与的财务、技术和知识障碍的影响，并影响分发。为了实现可访问性，我们需要提出解决方案，来解决人们参与网络的每一步中的这些障碍，包括挖掘或获取代币的成本、用户友好和直观的界面、用户教育和社区建设、手机应用程序上的免费能源轻挖矿，使派在为网络做出贡献的同时，使用我们的加密货币增长到超过3500万社区成员。开发者体验简单加用户访问，区块链技术不必复杂。我们的 JavaScript 软件开发工具包 SDK 与区块链集成各种 API 为应用程序提供基本功能，任何开发人员都不需要加密区块链经验，来向一个充满活力的大型加密社区提供服务。好的，谢谢你所做的一切，这是我们采访的主要问题。您能否分享可以做的5件事来改善和改革加密货币行业？如果可以，请为每个人分享一个故事或事例。许多早期的加密货币已经将权力和价值整合到极少数人手中，而早期采用者则具有很大的优势。为了实现公平开放的点对点、去中心化金融系统的承诺，加密货币行业需要看到广泛分布在广泛网络中的代币、财富和权力的极度集中与去中心化的概念背道而驰。由于许多因素，加密货币目前并未广泛用作交换媒介，其中包括价格波动和缺乏效用。创建一个基于公用事业的生态系统，加密货币可以被广泛使用，并通过应用程序定期交换商品和服务，这将有助于解决这个问题，并使加密货币的用途超越价值存储。计算复杂的挖掘协议，如工作量证明，需要大量的能量。依赖于此类协议的加密货币会消耗大量电力，因此会给环境带来巨大负担。该行业应寻求通过使用能源密集程度较低的共识协议，来最大限度地减少其对环境的负面影响。区块链技术和去中心化网络的新颖性给世界带来了挑战，因为许多项目，无论好坏，都在探索其方向。监管仍然是为传统企业和整个行业量身定制的，更严格地遵守当前的政策和法规，以及更加明确的未来法规，将极大地有利于该行业。为了让加密货币行业影响全球的生活，它需要更容易获得。这包括较低的进入门槛、更广泛的行业和技术教育，以及更易于访问和用户友好的设计。我们的读者如何进一步在线关注您的作品？读者可以在我们的网站 mindp.com、Pi App 或我们的社交媒体渠道之一 Facebook、LinkedIn、Twitter 和 Instagram 上进一步关注我们的旅程。非常感谢你做的这些，这很有启发性。好，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感谢收看。如果觉得派妹今天的视频还不错的话，麻烦给点个赞，留个评论，转发吧。我们下期再见。